先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每逢节日来临，商场、超市、电商平台打折、促销、优惠接连不断，很多人就会冲动消费，买下一堆不一定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我们以为自己占了便宜的同时，商家却早已喜笑颜开。其实，这背后涉及到一个被称为鸟笼效应的心理学现象，它常常让人一头扎进消费的温柔乡而不自知。很多人也许会说，我只是偶尔囤点货而已，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可如果我们深入了解鸟笼效应，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冲动，往往会演变成一种惯性消费习惯，进而可能对家庭财务状况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导致贫困、债务缠身或家庭关系紧张等问题。下面我们就一起详细看看这个鸟笼效应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该如何运用断舍离，跳出惯性思维，学会正确掌控消费欲望，从而让自己和家人远离不必要的穷困陷阱，真正过上健康富裕、轻松自在的人生。鸟笼效应的由来与本质。鸟笼效应有时也被称为鸟笼逻辑，之所以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兴趣，主要源于提出者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詹姆斯被誉为美国心理学之父，对心理学学科的奠基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1907年，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期退休的好友物理学家卡尔森也因此和他朝夕相处地度过了一段时光。一天，詹姆斯突然对卡尔森提了个赌注，我一定能让你养上一只鸟。卡尔森对此不以为意，十分肯定地说，这我可不信，我从来没想过要养鸟。然而在卡尔森生日那天，詹姆斯送给他一个制作精美的空鸟笼。最初卡尔森并无兴趣去买只鸟来养，可当家里来了客人，一见到这只空鸟笼就纷纷问道，教授，你的鸟是不是死了？或是你之前不是有只鸟吗？现在怎么空荡荡的？等等，这些善意的八卦让卡尔森三番五次地解释，我从来没养过鸟啊，可没人信，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提出类似的疑问，令他不胜其烦。最终卡尔森只好买来一只鸟放进笼子里，以省却无休止的解释。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正是鸟笼效应的来源，一旦你拥有一个笼子，你就会产生把鸟放进去的冲动。换言之，在心理学层面，如果我们先有了一个物品，类似笼子，就会激发进一步的行为和物质需求，直到把那个空缺填上。与此同时，人也因此被笼子牵着鼻子走，成了笼子的奴隶。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不少商家都会利用鸟笼效应来刺激人们的购买欲。例如，看到一张价值不菲的首饰架，很多消费者想，买了它就该添置更多首饰来填满。看到一个大衣柜，往往不由自主地想，买点新衣服，别浪费了这么好的空间。于是我们买了更多的衣服，更多的首饰，更多的无谓物品。起初也许是为了别浪费这只笼子，结果反而为那些东西花费了更多不必要的金钱和精力。可以说，鸟笼效应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惯性思维。一旦拥有了与某种使用场景相关的配套物品，我们便想让这种场景更加完整，产生新的，甚至是超出原本需求的消费行为。现代各类购物节、满减活动以及第二件半价等，本质上都是再给你一个鸟笼，让你以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不妨多买点，好像不这样就会浪费手上的优惠券或便宜。然而，鸟笼效应越深，人们越容易被诱导去做过度消费，导致入不敷出。在一些长期贫困家庭当中，这种逻辑尤为明显，他们想省钱，但实际上却常常因为捡便宜而大把花钱，买回大批不实用的东西，家里堆满杂物，资金周转困难，也失去了升级生活品质的机会。囤积症当家成为垃圾场。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网络上有人分享自己被囤积狂家人支配的经历。有位网友说，他的母亲就是什么都不扔，认为这是一种节俭。从抽奖赠送的劣质耳机、
破旧塑料袋、过季毛衣到发黄的旧杂志，堆满了每个角落。母亲总是说，万一以后用得上呢？结果多年过去，也没见这些东西真的派上用场，反而占据了家里大部分空间。更让人头痛的是，这还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家里时常凌乱不堪，要找个护照、证件之类就要翻箱倒柜，也常因此发脾气、吵架。这位网友大学回家后，卧室里堆满了泛黄的旧 T 恤、廉价围巾，俨然失去原有的舒适和宁静。类似的囤积行为一旦演变成习惯，就会让家庭陷入空间狭小、心情烦躁、家务不断的恶性循环。此外，囤积背后往往也伴随冲动消费，当看到打折、促销或免费赠品时，就担心错过好机会，结果家里无用之物越堆越多，真正需要的东西却常常因为经济紧张而买不起。被无用物品占领的生活。古希腊哲学家埃皮科蒂塔曾说，人的快乐在于尽可能减少对外物的依赖。我们从占有物品的那一刻开始，也被物品所占有。既然身边东西繁杂，我们就越发难以找到轻装上阵的自由。当你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收拾这些无用之物，苦恼家里的混乱时，幸福感也被不断吞噬。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纠结不清理那些无用杂物，一则源自万一以后会用到的侥幸心理，二则恐惧丢掉时的损失感。然而，这种对物品的依赖和囤积，不但没有真正节省金钱，反而加重了生活负担，让人时常陷入压力之中。我们越想通过囤积获得安全感，就越失去对生活的掌控。鸟笼效应与消费主义陷阱。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场景？超市发给你一张满200减60的优惠券，你一看省60元多划算啊！于是开始在购物车里疯狂凑单，结果买了一堆根本用不着的东西。购物节、双11、618期间，电商平台轮番上演满减加定金加预售加跨店满折加第二件半价，看似能省下大笔钱，但其实你花的钱往往比不买还要更多。在心理学上，商家正是利用消费者对便宜和机会难得的心理反应，诱导人们产生鸟笼效应。既然我已经拿到这个鸟笼、优惠券、折扣资格，就必须去填满它，以免浪费。久而久之，为了不浪费优惠券的额度，我们甚至买比原计划更多的东西。结果，购物车越清空越满，剁手也越演越烈，让你被小利拴住。除了优惠券，常见的还有商家赠品或搭售，比如人们常说的买电脑送音箱、买化妆品送小样等，这些赠品往往带来空鸟笼效应。你收下音箱后，就可能继续买更多数码周边，或者收到某件赠品后，想配套更多花费来完成这个组合。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更有甚者，朋友送你一双漂亮鞋子，可你没有合适的服装来搭配，于是跑去买新裙子、新外套，花的钱比那双鞋的价值还要高。这就是典型的鸟笼逻辑。我们不能因为免费得到一部分，就不顾实际需要的去填补其他，否则时间久了，你的小窝就会被各种不合适、不实用、不值得的东西塞得满满当当，同时还出现财务紧张的问题。长期贫困家庭更易陷入消费主义。著名财经作家托马斯·科里在研究177位千万富豪与128位穷人的习惯后，写下《富有的习惯》一书。他发现 95% 的贫困调查对象没有存款，绝大多数还负债累累。许多人用信用卡或各种贷款买东西，一方面看似在薅羊毛，另一方面却让自己越陷越深。究其根源在于，他们往往习惯用便宜货来解决需求，误以为这是省钱，却反而因为劣质、短命、使用体验差而反复花钱，
更甚者堆积大量无用物品，最终支出比想象中更高。在一些贫困社区或家庭中，配合消费主义洗脑，更会出现廉价囤货热，无论是囤纸巾、囤食物、囤日常用品，都抱着买大包划算不买就亏了的念头。实际上，这些家庭并没有真正的盈余来承担大量囤货的成本。为加速消化这些库存，他们反而用得比平时更快、更浪费。等这些东西过期，变质或使用体验极差，只好再买新的，结果资金链更加紧张，形成恶性循环。贫穷思维的另一面，害怕贵却容易花冤枉钱。电视剧或现实中，我们常见到某些人舍不得去医院看病，结果让病情拖延或治疗不当，最终花了更多钱。一位婶婶手部扭伤，但为了省钱去路边小馆子推拿，非但没好转，还白白搭进去几百块。等到最后无奈之下再去医院，花费更高昂的医疗费。试问，这样的节俭真的节省了吗？3000日元的使用方法中，有个角色真帆就一直选择各种便宜货，家里摆满了廉价物品。对比之下，他奶奶更懂得买少而精，高质量物件能用很久。而真帆本以为自己在省钱，实际却是不断的重复消费，所有东西又旧又快坏，体验感也差，心态越来越疲惫。有人感慨，贫困最可怕的不是没钱，而是不敢做更好的选择。正因如此，鸟笼效应在这种心态里更易蔓延，他们拼命搜罗各种便宜货，将家挤得水泄不通，却不见真正的生活品质提升。钱钟书、杨绛等先生都曾提到，人若只把心思放在物质占有上，却忽视更有价值的精神追求，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焦虑。鸟笼不一定是坏事，虽说鸟笼效应让许多人掉进商家陷阱，但若我们有意去利用它的正向一面，或许能达成意想不到的好处。例如，如果你想养成做饭的习惯，可以先买一个小巧好用的锅和一本食谱，每天把它摆在显眼位置。既然买了锅，家里又有食谱，你就更容易产生我应该试试自己下厨的想法，然后一步步减少外卖，慢慢爱上烹饪。同理，如果你想培养阅读习惯，可以在床头、沙发边摆放自己想读的书，并把它们摊开或竖放，让它们形成一个视觉鸟笼。每次路过或睡前躺下时，看见书就会下意识地想翻几页，天长日久，就能在不知不觉间强化阅读这一行为模式。很多人会说我买了很多书却不看，其实问题在于你把书束之高阁看不见，当你真的让书处于随手可拿的位置，就会逐渐被它们吸引。存钱与投资，很多人也会在存钱上遇到问题，赚多少花多少，难以积攒储蓄。针对这个痛点，可以为自己设立一个定期储蓄鸟笼，比如每个月一发工资，就把一部分固定金额存入只进不出的定期账户或基金。当你习惯了这种做法，后续就不会再随意花掉这些钱。与其告诉自己我要省钱，不如物理性的把储蓄先行转走。久而久之，这个鸟笼将帮助你培养理财习惯。另一种方法是将生活目标与财务目标挂钩，比如想在某年后出国旅行或学习，就可以把旅行基金或学费基金独立存放，形成一个有明确指向的鸟笼，这样每次存入都带着目标感和满足感，反而不会总想着要不要买点什么打折货。当鸟笼作用于正向规划，你的财富之路就会变得更健康。学会断舍离。想要规避鸟笼效应的最大弊端，第一步就是断舍离。学会在购买前问自己，这东西我真的需要吗？如果没有折扣，我还会买它吗？舍，对已经拥有但不适用、不需要、不舒适的物品，勇敢地说再见，将它们处理掉或转送给真正用得上的人。离，克制消费冲动，避免买太多、买过量，把省下的资金和空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东西，比如健康、学习、个人成长或与家人的优质陪伴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觉得扔了可惜，
便任凭家里越堆越多，占据原本可以休息、学习或运动的宝贵空间，还潜移默化增加清洁难度和心理负担。要知道，你每多扔掉一件闲置物品，可能就多了一份心灵的轻盈。避免被他人或社会的鸟笼所左右。除了自己心里的笼子，我们也要警惕他人或社会群体施加的鸟笼。例如，别人都买车买房了，你怎么还没动静？大家都在打折季疯狂购物，你怎么这么古怪？这些声音会塑造一种外部的高压笼子，让你感到不跟风就显得格格不入。若我们过度在意外界看法，就可能被迫买很多并不真正需要或负担不起的东西，造成沉重的经济压力。心理学上将这类群体性的盲目跟风现象称为从众效应，再加上鸟笼逻辑，就会加速人们的冲动行为。要学会屏蔽噪音，独立判断哪些东西真的对自己有益，哪些仅仅是追求表面风光，从而少走弯路。控制欲望。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整座城市都在为物质奔波，大家似乎默认越多越好，但却忘了是否真的需要或拥有之后会怎样。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物质的欲望无底洞，你越想填满它，就会发现越是填不满。当我们被各种打折信息、促销活动重重包围时，更要提醒自己，我想要什么？我当下的经济实力够不够？会不会负债或者买回一堆闲置？学会在热闹时保持一份冷静，是抵御鸟笼效应的根本。跳出群体思考。另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是群体思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当大多数人都说你养着一个鸟笼，怎么不买鸟？你有这么好的柜子，怎么不买些新衣服？自己若不随波逐流，就会被视为异类。这时你需要一点独立思考的勇气。真正过得舒心的人，大多能平衡社会规范与自我需求，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对所谓面子和人设不会过度迎合。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被外部的笼子一步步套牢。在中国的历史记载里，殷商帝辛、纣王年轻时曾是明贤之君，但有一次他让人制了一双象牙筷子。太师箕子见此，立刻担忧地说，用了象牙筷子，怎么还会用陶器？必然会用犀牛角或美玉制成的餐具。餐具变了，吃的东西也会相应升级为山珍海味。吃穿改变后，自然会想盖更奢华的宫殿，修更壮丽的台榭。欲望就这样层层拔高，最终陷入无底深渊。后来发生的酒池肉林和残酷刑罚，印证了箕子的顾虑。纣王一开始也没想把事情发展成那样，但象牙筷子就像一个鸟笼，引诱他不断填充更大的虚荣与享乐。结果百姓疾苦，殷商江山崩塌。这不仅是古代帝王独有的悲剧，在现代社会，许多人也会因拥有一件昂贵物品而去追求更多跟它相配的周边，一步一步升级，消费不断迭代，直到支出超出收入太多，债台高筑也不肯收手。一个人的金钱观、价值观若长期被鸟笼效应牵引，则极易走向失控。另一种形象化的例子，沙滩上两个人躺着晒太阳，一个是高富帅，一个是土肥圆。忽然他们脚都痒痒想挠一下。高富帅顾虑形象，我可不能当众挠脚啊，那不就破坏了我斯文优雅的人设吗？便强忍不挠。土肥圆则想，我都这样了，还管什么形象，挠就挠。结果在外人眼中，高富帅不但颜值拔群，举止也优雅有度，土肥圆则显得狼狈尴尬，更强化了大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这实际上也是鸟笼效应的一环。当一个人已经拥有了某种形象笼子，就会努力配合那种形象，往笼子里填进更多能与之匹配的细节。颜值高的人更容易注重穿着、谈吐、行为得体，久而久之，高富帅与土肥圆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样，
如果你已经买了名牌包，就想穿更好的衣服，用更高档的化妆品，住更时尚的公寓，反复升级，陷入不断的消费循环。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又一味追求上层次、高档次，结果就可能陷入经济危机。要么选择负债消费，要么就彻底打肿脸充胖子，这都是鸟笼效应在扭曲的发挥作用。改变观念。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慈善机构给贫困家庭发放补贴，让他们获得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一开始，这些家庭的生活状况似乎大幅改善，可过了2年，90%的家庭又回到贫困水平。这正是在《贫穷的本质》里提到的贫穷思维。当人们对贫穷习以为常，思维模式已经固化，就算一时得到救济，也难以长期摆脱贫困。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合理的财务规划，仍然会陷入捡便宜、买烂或冲动消费的怪圈。鸟笼效应在此刻再次展现其威力，让他们对不适用的东西一买再买，却对真正需要投资的领域却不够重视。若想打破贫困，除了提升收入，还必须改变这种思维。要学会以少而精适用、高质量为原则，同时培育长远眼光，让每一分支出都能带来更长久、更实质的收益。健康投资。很多经济学家和心灵导师都建议人们把钱花在自我成长和高质量体验上，而不是大量物质囤积。例如，报名一个专业课程或技能培训，购入健身年卡，参加让自己身心得到放松的旅行，乃至给父母买更好的医疗保险。这些投入不会像买一堆廉价衣服那样很快贬值或被遗忘，反而能帮助你获得更广阔的视野、更强的体魄、更稳定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你对物质满足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渐降低，不再被鸟笼束缚。挖掘精神世界。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时，家中条件简单，晚年更是嘱咐杨绛尽量从简，不办追悼会等。他一生将精神追求放在第一位，研究、写作、思考才是他最真实的财富。村上春树家中没有电视机，大部分空间都非常整洁。他曾在书里写道：减少干扰，降低消耗，将更多精力投入写作与跑步。这种对外物的极简反而帮助他在精神领域抵达更高峰。现代社会的竞争固然激烈，但越是盲目追逐物欲，就越容易焦虑、空虚。减少外部干扰，让内心回到平静纯粹，才能让你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生乐趣，也更容易将时间和资源用在有价值的地方，形成良性循环。鸟笼效应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是如何在空鸟笼与想填满的心态之间，不断追加更多消费，或让生活被杂物填满，从而自投罗网。也许你一开始是为了省钱，为了面子，为了满足一时的欲念，但当你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需求其实并不依赖那些昂贵或廉价的填充物，才能真正跳出这个陷阱，获得心灵和钱包的自由。古人曾说：知足常乐，少欲则心静。当我们把生活回归简洁，懂得适度节制，真正的大智慧和大自由才能在内心生根发芽。生活这条路很漫长，如果我们被各式各样的鸟笼捆住手脚，就无法去欣赏更多风景，也难以拥有真正可持续的富足与丰盈。希望你能在鸟笼效应面前不再轻易失手，学会取舍之道，用更理性的方式管理物欲和金钱，戒掉不必要的冲动消费，留出更多空间给心灵成长，拒绝陷入商家狂欢的骗局，守住生活的真正乐趣和从容。正如泰戈尔那句诗：烧毁昨日的记忆，今日便轻盈，抛开沉重的包袱，脚步变灵动。当我们敢于放下，就能迎来更纯净的未来。感谢你耐心看完这个视频，希望你能真正掌握这个鸟笼效应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巧妙地回避它的负面影响，借助断舍离和思维升级，在生活中实现逆袭，让自己和家人都远离贫困的困扰，获得身心富裕的一生。
如果你也有和鸟笼效应斗智斗勇的经历，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可以谈谈曾经如何陷入商家的套路，如何下决心克服冲动消费，又或者聊聊怎样通过培养好习惯，学会断舍离，控制欲望，从而取得突破。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